OK， 今天准备去排练，然后，今天是比较特殊的一天，然后因为我、拽子、张扬，我们3个人都买了新的琴、新的乐器，然后我们今天准备在我们的排练时候，然后进行一波开箱，然后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乐器。我们已经准备走了，拽子现在开始刷牙了。这起晚的后果，被我们抛弃。看看拽子这房间，顶多整齐也就维持1天吧。现在穿阿迪达斯啊。好，然后我们今天说好的10点到，本来应该9点20出发，现在我们已经9点40了。9点40喽！罪魁祸首说一下，9点15，我一敲拽子门，拽子睡得死猪一样，真的是。现在我们准备出发了。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呢？然后好沉啊！拽子也有一个3个箱子，行，您关箱子吧，关门吧。每次我们排练之前，排练路上到排练的地方需要半个小时，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般会点一个外卖，然后人和外卖一起到，这是最理想的状态。赶紧去点外卖，都点了吗？这就到了。好，那现在开始我们3个人的开箱的体验。然后这是我们的琴。好，让我们来开箱啊！非常的激动。好像是都解开了。特大，哇，它的音色会更复古一些，对，然后那它的功率也会稍微大一点，是吧？但是这个琴我感觉就是这个蓝色还挺漂亮的，然后这个 F 孔它有点像那种爵士琴，它那个像这样子的半空心琴，它可以提供，就是你看这个形状，它其实有点像那种大鸡的，不是有点像，它就完全是从这边看就是把大鸡，然后转过来，它有一个空心，声音会比大鸡稍微的，没有那么实心，它的声音会稍微掏空一点，就会适合一些妞做那种轻音比较好听的。对，那么其实看到这把琴，首先讲一下，它是一个比我之前那把 PRS 是它更复古的一个声音，而且样式也很复古。对，它就是因为它是德系品牌的，它的这些做工啊设计也秉承了他们很喜欢的一些比较机械化的一些审美，然后这样子就会非常酷，就非常工业化。然后这把琴跟别的琴有什么不一样的呢？这个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看一下它的颤音系统，它是一个弹簧颤音，是非常独特的。它的琴桥是这样子拉过来，然后它可以制造出一些什么样的声音呢？可能我会翻车哦。对，就是它会咕，非常高的频率，也需要这种弹簧性的琴桥。它非常，而且它有一个那种效果。对，这个效果确实挺有表现力的。这把琴的声音可以说是综合了我前2把琴的优势了。它声音也是非常全能的，因为你看它有一个双键圈，就是大分域，也可以去弹一些过载声，然后声音会比较厚，比较饱满，然后功率也比较大。
有这个呢，我也可以就是弹，比如说弹我很喜欢弹的 neo soul 啊，弹一些小的那种比较精致的句子，对，比较精致的句子，会非常合适。然后就是在轻音，我记得，对，所以我说这把琴其实挺全能的，而且，来个段子。来着，这把琴叫 December Star Player。OK， cool。你知道吗？等一下，你说。我一定要说一下这个 Star Player 这个名字明星乐手，明星乐手，明白吧？ Star Player 握在手里一手拿。为什么？因为明星啊，要用明星乐手。OK， 下面是一个开过箱的开箱，已经开箱挺久了。第 N 次开箱。还是跟新的一样。对。第一次开箱啊，噔噔，金色传说。哇。音乐人牌电吉他。Music Man。对。我已经过了那个音乐人的阶段了，我现在已经是一个音乐家了。小丑竟是你自己。你看它的切面啊，它这个琴体是烤枫木，烤虎皮枫木。就你看它的纹路特别像老虎皮。对，你看啊，老虎皮，真的是。这种枫木呢，就是烤过之后，它就是更稳，不容易变形。烤虎皮枫木，而且它的纹路特别的漂亮。对，还是哑光漆的，我还挺喜欢这种哑光的质感。对，它其实比较适合弹一些 solo 吧。因为它是一把中频比较突出的一把电吉他。哦。然后音色可能也比较复古一点，比较偏厚，可以弹一点老炮摇滚什么的。我的音完全不准，刚才就没关系，不要在意我的细节。MM 的吉他的优点就是它声音还是保持非常有颗粒感，对，所以弹奏的时候确实非常好，就很集中。是。我想要一把比较厚实的琴，就是双线弦。不是，就简单的说吧，就比较通俗的说，就是双线弦音色比较厚实，单弦比较 Q 弹，比较单薄。它能用到哪些地方？就它可以弹一些比较，怎么说呢？可能适合一些铺底吧，就是一些和弦的铺底。就是一些大失真的铺底哦，就类似于在很多音乐中弹五和弦那种，对，真扎，它就比较丰满啊。然后它这个中频突出，弹 solo 又比较好听哦。然后这把琴呢，它是 Music Man 2020最新款，2020最新款叫 Saber， 除了琴头是24以外，就其他的基本上没有继承 MM 的特点。就算是一个新款吧，对，它这个琴型是比较不像Music Man的。